当剧方以一封万滴竹泪3000日，10年登进破局时的感谢信与我们郑重作别时，藏海传的故事在荧幕上落幕，却也在我们千万观众的心头凿开了一道通往灵魂深处的光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场复仇史诗的终章，更是一次关于生命韧性与精神澄澈的盛大朝圣。藏海奇人是在深渊里举着月亮独行的殉道者，从尸山血海爬出的智子，到朝堂权谋中心漩涡的藏海，他咽下血海深仇的桎梏，却以10年的隐忍酿出了悲悯众生的纯洁。我们所有人的心跳都曾为那一声撕裂虚伪的就是我命不该绝而定震，目光也都曾为雪中穷穷竭力的孤影而凝滞。他步步为营，一剑仇敌，策反清醒，在漫天飞雪中手刃仇仇时，尸山血海映照的并非快意，而是巨大的悲怆。当恩公的面具揭开，个人的血泪早已融入家国命运的洪流。但是我们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复仇的终点竟是自我救赎的起点。亲手焚化双亲遗骸的火光中，藏海挣脱了仇恨的桎梏，墓穴外与爱人奔赴的天光照亮了他尘封的心，也烛照了苍生的前路。当城门口2个藏海擦肩而过，那个被权力吞噬的赤木与承载救赎伤痕的自我完成了对于复仇最温柔的告别。所谓破局，破的不仅是阴谋迷障，更是星球牢笼。肖战赋予藏海的灵魂高度，让这个角色穿透人形，直抵人心。藏海灵魂之高在于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皎洁，而演员肖战灵魂之大则展露于他对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敬忌。他设计出命不该绝时抹血残尽的细节，就好像战士图腾般迸发出的悲壮。他以不辩白的沉默应对所有世间的纷扰，将一切托付作品与时间。水浊不污明月色，在这一刻，角色与演员跨越时空，达成了精神上的一个互吻。藏海传有如此的长尾效应，如此余韵悠长，就在于它馈赠给我们所有观众的精神火种。当藏海在绝境中反击，于逆境中从容栽花的姿态悄然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时，我们纵无其惊世之才，亦可笑其清醒；纵无其孤勇，亦当学其坦然。而在终章的这一刻，我想对藏海说：藏海，余生的你要活成自己。而这一句亦是银屏外的我们每一个普通灵魂的自我期许。山河同昼，与尔同行。藏海远去了，但他举起的月光永在。那光照亮长夜跋涉者的路，也提醒我们，纵身陷泥淖，心向明月者，终能以痛为舟，渡向生命更辽阔的沉迷之境。2025年的5月18日，我打开了藏海传，遇见了你。2025年的6月11日，我也真正的读懂了你。好的演员遇到了好的角色，就能够有超出作品本身的意义。而藏海传也让我们真正看见了电视剧最浪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遇到更好的自己。我就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在未来再次相遇。藏海传开播即爆，但很多观众在首刷后仍然意犹未尽，因为这部剧的精妙之处往往在2刷时才能够真正领悟。无论是肖战的演技突破，剧情的深伏笔，还是制作上的极致细节，都值得反复品味。首刷看剧情，2刷看演技丰盛。肖战的藏海式演技，每一帧都是细节，眼神戏的境界，从隐忍到爆发，肖战用微表情精准传递藏海的复杂心理。比如水中拔刀一幕，他的眼神从犹豫到决绝，肌肉的颤抖都经过精心设计。台词功底升级，藏海的台词充满哲学意味，
二刷时才能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微妙变化，如对仇人说话时的温柔杀意。配角同样高光，二刷才能发现隐藏线索，比如大反派赵炳文每次出场时的配乐都暗藏玄机，二刷时会发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铺垫最终反转。二，首刷看故事，二刷看权谋迷宫。权谋布局就像洋葱，剥开一层还有一层。首刷时以为藏海的复仇是主线，二刷才发现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算计，甚至盟友也可能是幕后黑手。三，首刷看画面，二刷看电影级细节。每一帧都能当壁纸，但二刷才能看懂导演的视觉语言。色彩心理学，藏海穿白衣象征纯洁，但当他黑化时，服装会逐渐变深。光影隐喻，某些场景的光线明暗对比，暗示角色的善恶转变，比如烛光下的半张脸。四，首刷看爽感，二刷看人生哲学。藏海的复仇其实是一场自我救赎，首刷时觉得是以牙还牙，二刷才懂藏海最终放下仇恨才是真正的强。他的成长线像极了现代人从执念到释怀的过程，极具共鸣。剧中金句二刷时才能够悟透，藏的不是海，是人心。雪山之巅的鹰从不回头看坠落的人。藏海传不是一部看完即忘的剧，而是一部越品越有味道的作品。首刷看故事，二刷看人生。如果你还没有重温，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有一些剧看一遍是娱乐，看2遍才是修行。这句用来形容藏海传再合适不过。我为什么说藏海传好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韩国电影里韩国人艾灸的画面，源自我们的古法隔姜灸。想想挺可悲的，连韩国人都知道怎么正确的用艾灸，因为点燃艾草的烟它是向下走的，它可以走入到地表以下，流入水源，所以老祖宗呢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会用艾草来寻找水源。人的一切呢都是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的，所以古人呢也发现可以作用于我们的人体，寻找精液，顺着经络来疗愈。但是如今呢，你看看市面上全都在那用火烧烤，这是欧美人的艾灸教学，源自我们古代的米粒灸。很可悲，欧美是从日本学过去。其实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教我们建筑历史的老师90岁了，是美国国宝级别的人物，他写出来的书就是美国的建筑历史教材。可是当我学世界建筑历史的时候，除了苏州园林寥寥几段文字以后，关于中国的建筑历史就没了。我们也学过榫卯结构，但是教授给我们看的所有的案例全都是日本的。韩国还在试图将风水申遗，我在新加坡可以讲，我在日本可以讲，在韩国可以讲，还给我发了一个国际医学人才认证，但是我回来了反而什么也不能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藏海传》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部剧，更是一座桥梁，让年轻一代得以跨越时空，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度与灵魂，让年轻人知道了药发木偶、变身口技、皮影戏、秦淮灯彩、榫卯、石雕、昆曲、九星天象、看玉宣纸等等，让大家了解了老祖宗的审美，了解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吾辈当自强，承先辈之名，传后世之光。